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退休之后就离婚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句话？近几年，除了高考后离婚外，退休后离婚也渐渐成为了一种风潮。根据调查显示，老年人的离婚率跟30年前相比已经翻了一番。新一轮的老年离婚潮来了。西方人称为银发离婚，日本人称熟年离婚。这些人大多数结婚30年以上，已经迈过了传统上的银婚之坎。那为什么还要选择离婚呢？一条发起了一次老年离婚的故事征集，发现有80%离婚的是妻子提议，有60%的人一直想离婚，一直在酝酿着。这里我们就挑选了2个故事和大家分享。坚持离婚的女性早已对婚姻中的情感期待值降到了最低。俗话说，少年夫妻老来伴，为什么现在很多走过30个年头的老年女性却选择了离婚呢？一个叫舒敏的56岁阿姨火了，火的原因很心酸，因为和丈夫在一起生活压力太大，她选择了逃离家庭，独自自驾游。她是这样概括自己和丈夫生活的：和他住在一起，我不但不花他1分钱，我还要每天免费的为他做饭、打扫卫生、洗衣服。2人在经济上完全是 AA 制。自己偶然一次刷丈夫的医保卡给父母买药，丈夫过后就换了医保卡密码，偶尔过一次高速，刷了丈夫卡绑定的 ETC， 丈夫还会问他要钱。每天被挑剔、被无视的婚姻生活让舒敏阿姨难以承受，甚至患上了中度的抑郁。她称2人结婚30多年，大多数时候都感觉2人生活在平行的空间。女儿出生后，2人就分房睡，给女儿带孩子后干脆买了上下铺。阿姨说，之所以忍受这样的婚姻不离婚，一切都是为了孩子。年轻的时候为了孩子忍了，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。孩子长大后找对象，家庭离婚影响也不好，又忍了。后来又帮孩子带孩子，为了家庭和睦还是忍了。但长期这样子生活，我有点抑郁了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，我要走出去。从传统来说，社会赋予女人的命运是婚姻。法国思想家西蒙娜·波伏娃在其著作《第二性》中说，女人在结婚的时候获得世界的一部分封底，法律保证她不受男人任性的支配，她变成了他的仆从。作家桌子曾经这样描述中国式的丈夫，他们认为家里的地板永远是干净的，饭菜永远都是自己爱吃的，衣服永远都是洗干净码放好整齐的。家里什么东西没有了或者找不到，只要大叫一声老婆就可以了。其实不管我们承不承认，女人一旦结了婚，就变成了家庭的寄生者，她受制于丈夫、孩子和家庭，而别人对一个女人的评价也大多来源于此。或许从前我是一个人，如今我是一个物，就是大多数女人单身结婚时的状态。婚姻走过30年，60、70岁还坚决离婚的女性，应该是早已对婚姻中的情感期待值降到了最低。即便如此，她们还是坚持履行完社会意义上的所有的母亲的职责，等孩子独当一面时，才选择去寻找从前我是一个人的状态。陈先生65岁，婚龄31年。我退休那年没有真的退下来，而是被学校返聘，继续的做教授。最近才退休，彻底的脱离了学术研究的生活，大把的时间在家里度过。我开始仔细的考虑自己的生活现状，以及我和妻子的婚姻现状。我的妻子是我的大学同学，我们相识相爱都是在大学青春时期。最开始是彼此欣赏，有什么都会说到一块儿去。当初也是她支持我去继续做学术的。本科一毕业，我们就结婚了。我一直读到博士，之后留校任教，她去公司上班做职员。我的学术研究做得挺不错的，讲师、副教授、教授一路的升上去。她后来就遇到了职业瓶颈，35岁之后一直升不上去。一开始她也心急，
后来感觉他慢慢就淡了，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家里和孩子的方面。我们生孩子比较晚，可能也是这个原因，他对孩子的事情特别的上心，有的时候甚至是一种强迫症的程度。找机会我就劝他，孩子长大了就会自己独立，过自己的生活，不可能把时间都花在我们的身上，以后的日子还得我们俩过。每次说，他总是随口答应，感觉没往心里去。孩子读完大学，出国去留学了，家里一下子空荡荡的。可能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的生活开始失去了某种的平衡，找不到事情做，也找不到寄托。我天天忙着上班，也没办法抽出大量的时间来陪他。我建议他多去参加各种的活动，多交朋友。他似乎也没有什么兴趣，宁愿天天在家里唠叨我。有时候我都怀疑他究竟满不满意他的生活，因为他每天都在抱怨。有一年我接到邀请去美国当交流学者，时间长达1年，可以携带家属。我想着是个好机会，可以带他一起去看看世界，体验一下国外的生活。可他就是不愿意去。我至今都想不明白，为什么那么好的机会他没有把握住。这么多年下来，他的精力主要都花在做家务、带小孩这些事情上。我和他不同，因为一直在教课，一直在做研究，更不断地更新各种的资讯和前沿接轨，所以我一直没有停止思考和探索。我感觉我们2个人就好像背道而驰一样，一个人在不停地进步，而另一个人则始终在原地踏步。这个差距越来越大，2个人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。我有时候想尝试着跟他聊点新鲜的话题，他的注意力却只在家长里短、鸡毛蒜皮。我退休以后才发现，其实他是有固定生活方式的，每天几点看综艺，几点看相亲节目，几点出去打牌，几点跟孩子通电话。我反而像是一个他的生活的侵入者，格格不入。我努力想调整适应，尝试和他沟通，说我的想法，可他似乎就是听不懂。为什么我会离婚？其实我也说不出很明确的原因，就是在长期的共同生活里，那些思维方式和价值的差异越来越大。我提出离婚的时候，他非常的愤怒震惊，这么多年的生活好像磨平了他的敏感一样。他居然丝毫没有察觉我之前的不是和我俩的不和。他大吵一架，歇斯底里的计算谁为这个家付出的多，说我这些那些。我听到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的波澜。我不想再忍受，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个30年呢？我觉得不停地在家长里短里面消磨生活，还不如继续的想办法寻找和实现自己的理想中的家庭生活。未来还很长，我不想再将就下去。老年离婚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，世界各地都在流行，西方称之为银发离婚潮，指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为了追求新生活而离婚的潮流。2013年，韩国老人离婚率已经超过了年轻人。2015年，意大利婚姻律师学院公布的数据显示，65岁以上申请离婚的比率在过去的5年里从 13% 提高到了 20%。 有的人80、90岁了也要诉讼离婚，想开始新生活。根据美国统计局的数据，2009年50岁以上离婚的美国人一共是60万，这一数据到了2030年可能会突破80万。很多老年人离婚并不是因为对方有出轨、家暴等等这些不可容忍的行为，而是因为他们开始重新的审视自己的人生，并对自己的婚姻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。美国人戴尔德贝尔采访了400名中老年离婚者，写了一本《晚年离婚从头再来》。他从这些人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感觉，现在必须要离开，否则永远也没有机会了。随着孩子逐渐的长大并从家中搬出，这些夫妻经常会互相的看着对方想，我有可能还会再活30年，
我还想和这个人在一起度过余生吗？我们正在见证一场重要的社会革命，老年这个词正在被重新的定义。那些已经过了60岁的人依旧不老，还想去做大部分年轻人能做的事。他们有这个能力，也有这个时间。关于老人离婚，你是怎么看的？评论区一起聊聊吧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